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顶级秘密，它揭示了成功者和一流高手之间的巨大差距。这个秘密可以用简洁的话语概括：低维都是方法论，高维都是能量场。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道理，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者并不刻意修炼技巧和方法，而是专注于内在的热情、感染力、能量和心理状态。有缘人，你能刷到这条视频，这绝非偶然，而是你与高维能量的一次紧密连接。改变命运的核心就是改变自己的能量场，可不要错过了这次机会。接下来的视频有点长，耐心看完必有所获。在当今追求快速成功和高效率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倾向于追求表面上的技巧和方法，希望通过学习别人的成功之道来取得自己的成就。然而，大部分人根本无法理解，也不能参悟。其实方法这个东西非常的次要，这种低维的方法论往往只能帮助我们达到一时的成果，却无法创造持久的影响力。与之相反，一流的高手们深悟到，内在是一切的源泉。他们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热情和能量。他们知道，技巧和方法可以被学习和模仿，但内在的热情、感染力和能量却是独一无二的，无法被复制。大象无形，诸香非香，宇宙里只有能量。一切问题的本质其实都是能量问题。当一个人能量层级越来越高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心力也会迅速增强，他的宇宙能量场就会自动以他为中心，为他吸引更多能量的人，更多能量的事。这个人的磁场、运势、智慧、勇气也就自然来了。在厉害人物的世界里，人生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不断自觉提升自己的意识能量层级。当一个人身心高度和谐，意识能级处于很高的状态时，往往灵光闪现，一瞬间就可以彻底颠覆自己的宇宙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与价值观，从内到外脱胎换骨。这就是所谓的开悟。开悟的智慧与能力不分出身学历、地位圈层、年龄性别，每个人都有豁然开朗、灵魂出窍的那一刻。一个普通人，如果他能做一个坚定的长期主义者，肯用3年、5年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向内用功，意识不断吸收高维能量，那他的精神力量一定会出现核裂变级的跃迁。特别是30岁以后，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认知觉醒上，用在生命觉悟中。能够灵明意识的就是高维能量。无论是人类哲学盛典，还是现代科学的探知，我们已知的世界所有的一切，都以能量的形式存在于这个宇宙。人类从未停止对于能量的探知。人类的身体是吸收、提炼、运送能量的通道，也是生命与源头实现连接的通道，实现低频能量到高频能量的转化。人类的所有活动都需要能量的推动，
能量充沛的人就会骨骼强健，精神百倍；能量弱的身体会感觉困倦疲乏。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，一般人都是在用自己的能量、精神、智力、体力、劳动来换取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。当财富消耗了以后，又去用能量换取财富。每个人都在不停地重复这个过程，如此往复不止，一直到能量消耗殆尽，生命结束。从肉体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起，这个人一生累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将离他而去。他在无奈与迷茫中离开地球这个世界，这似乎就是常人命定的一生。在人类中有很多的觉悟者开始思考这些问题，并逐渐领悟到更深层的道理。于是他们开始学习如何保有和减少生命能量的消耗，进而学习增加自己的更精微的生命能量，不再被物质财富所迷惑，开始探索用各种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生命能量和层次。其实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宇宙中加工和提炼能量最完美的机器。人类所特有的三脉七轮，是吸收、提炼、运送能量的重要通道，也是灵体与宇宙实现连接的重要通道。人类饮食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能量，通过消化食物，把营养提炼出来，形成精华。精就是维持人体运行最基础的能量。明白了这些道理的人，开始通过各种方法提升能量，从而完成生命的终极升华。宇宙能量是宇宙的一切，一切皆是宇宙能量，一切皆是能量的化现。从一沙一粟，一草一木，一花一树，山川大地，河流海洋，目所能及，眼所能见，无形有形，阴阳妙有，乃至浩瀚星河，宇宙大千，都是能量的化现。宇宙能量分为正能量、负能量两种。正能量是光明、真爱、奉献、慈悲的源泉，或者说本源能量。负能量则是黑暗、邪恶性、破坏性的能量。能量越高越纯净，就会越接近光明生命的本源。宇宙中心，那里是生命的本源，是光的海洋，充满无量光芒，光光相照，光光相融，无法用世间的语言和词汇来形容。那里是所有生命真正的家，是所有生命的本源之所。所有生灵一体就是指生命的本源。人类通过实际的学习和自身验证，明白了这个身体是宇宙间最精密、最完美的能量提炼机器。正常情况下，生命获取能量有3种基本途径：一是从食物中获得，蔬菜、水果、海鲜、肉类，一切可食之物用来补精、强壮身体。也可以说，饮食能量是自然能量的一种。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后会产生废弃物，由于这些农作物和植物的能量层级比较低，所以需要每天都要进食和不断补充，才能满足身体运作的需求。由于饮食能量的获取方式简单，
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能量补充方式。二是从自然中获得，山川森林、江河湖海、花鸟鱼虫、明月清风，一切天地灵气用来补气、强大气场。自然能量来源于日月的精华，自然界中的所有一切都在释放或者吸收能量。地球的能量场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，对于人体来说非常重要。在空气中游离的亮点，也叫明点，还叫精华，这是天地的精华，日月的灵气，空气中的氧气、负氧离子等也是属于自然能量的一种。中国传统小说《西游记》中记载，山顶上的一颗巨石，因为常年受到天地日月精华能量的培育，而逐渐成胎成型，成为了孙悟空的元神。文章这样记载：盖自开辟以来，每受天真地秀，日精月华，感之既久，虽有灵通之意，内与仙胞，一日迸裂，产一蛋卵，似圆球样大，因见风，化作一个石猴，五官具备，四肢皆全，便就学爬学走，拜了四方，目运两道金光，射冲斗服，从人类的视角观察这个物质世界。太阳是超级能量的源泉，太阳的光芒照耀着太阳系的所有行星，当然也包括美丽的地球。太阳的能量让地球有了一个温度合适的空间，让地球上的植物繁衍生息。植物把二氧化碳中的碳元素转换成它们的组织，释放出氧气。氧气让地球上的生物得以呼吸和生存，各种生物吸收氧气，排出身体中的二氧化碳，还归自然。一切事物都是能量的不同组合方式，都是能量与能量的变换，都是能量与物质之间的完美转换。离开了太阳，地球上的生物将会消失。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的能量都来源于太阳。太阳是阳性能量的代表，月亮是阴性能量的源泉。离开了月亮，地球上就不会有四季的变换，就不会有潮涨潮落和水汽的循环。生命在于呼吸之间，和生命息息相关的空气就是自然能量，还有被称作生命之源的水，也是自然能量的一种。这就是自然能量的重要性，即是有充足的食物来获取饮食能量。如果离开了自然能量，空气和水，人类与动物1分钟都不能存活。所以古人圣贤把天比喻为父，把地比喻为母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很多野外生存的动物在夜间会面对着月亮久久凝视，从而吸收月亮的能量，帮助它们提升生命能量和生命层次。在地球的不同位置上，自然能量的大小也有巨大的差别。好的能来场能够时刻帮助人体提升能量，减少疾病的发生和提升生命质量。特别是在一些山地地区，它们特殊的地貌结构能够更好地汇聚天地自然能量，从而对人和万物都有莫大的好处。人们经常提到的千年人参，
天山雪莲能够起死回生，救人于危难，就是因为这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了天地的净化，吸收了自然能量的缘故。三是从宇宙中获得风雨雷电、星辰日月、浩瀚银河、无垠星系，一切宇宙意志用来补神、觉醒灵魂。宇宙能量是来自宇宙高维次、高能量、高纯净的能量。宇宙能量的获取方式非常特别，宇宙能量是高纯净、没有污染的能量，没有副作用，能够被灵体直接使用，所以对于提升生命层次非常重要。宇宙能量由于非常强大，是高维次能量的代表，人的身体和五脏六腑是不能直接处理的，需要人体打开三脉七轮，通过脉轮的转换才能发挥作用。所以很多有志于修行的人会选择采用各种办法打通经络，就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接收高维次高纯净度的宇宙能量和自然能量。高层次的生命的能量比例是宇宙能量60%，自然能量30%，饮食能量10%。所以很多修行得力的人饮食会越来越少，甚至停止进食，辟谷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能量来源和比例是饮食能量60%，自然能量30%，宇宙能量10%甚至更低，再加上能量消耗大于补给，入不敷出，所以生命就逐渐老去和消散了。所谓的高维能量，就是身心获取能量的过程中意识的高度自觉、高度合一，意识与能量整体和谐共振，灵明通透，生生不息。当你内心喜悦、感恩惜福，全心全意吃饭，与食物融为一体时，你吸收的是高维能量。当你心生慈悲、积极平等，把身心放逐于远山沧海之间，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，你吸收的是高维能量。当你心怀敬畏，打开格局，舒展意识，进入宇宙的频道，与之同频共振，天人合一，你吸收的是高维能量。意识同哪个层次的东西相结合，就会强化哪个层次的功能，进而呈现哪个层次上的气场。万物生长，四季轮回，星辰大海，蓝天虚空，经典智慧，价值意义，责任使命，这些有利于开阔意识、灵明意识的，都是值得珍视的高维能量。意识的出路是广阔，是光明，是自由。让光明充满意识，你就是光明。真正开悟的人更加爱护自己的精神领地，自觉规范自己的意识活动，以光明为导向，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到生命的觉醒中。他们高度自律，敢于舍弃，主动精神断舍离，极简自己的欲望，不看、不听、不念那些消极的消耗身心能量的信息，他们自动自发，回收精神，放松自己，身心归位，自觉内向性运用意识，向内看，向内听，向内关照，向内用功，
向内生长。他们当下即是从心出发，自觉为自己布置积极光明的身心环境，把自己置身入清纯透明的虚空蓝天中，用灵明通达的意识做最有意义的道德生产与精神付出。这些有益身心的精神付出包括升级认知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认知层次的不同，认知维度的升级可以减少精神内耗。智慧本身就是能量，整体而深刻的认知系统可以使一个人洞察世事，穿越喧嚣，正念生活。生活就是道场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时刻保持正念加持，合着自己，意识定于中而达于外，不攀附，不比较，不争辩，平和喜悦地活在当下，就是最好的修行。融入自然，环境是生命的延展，是人类的潜意识。经常让自己融入大自然，可以建立起沟通万物的通道，吸收天地的精华，舒展疲倦的意识，唤醒沉睡的灵魂。阅读经典，经典著作与前人智慧信息丰富，蕴藏着巨大的高维能量。把自己长时间浸泡在经典的气场中，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念系统工程，快速光明自己的生活中线。静坐冥想，静可生慧，静能定神。安静下来，向内关照自己，既可以减少能量消耗，又可以直接从天地间获得高维能量，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身心放松形式。集体共振，群体的能量是巨大的，积极光明，协调一致的集体气场可以快速提升一个人的身心状态。在集体场中同频共振，直觉与灵感等创造性智慧会自动涌现。反省使命，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对自身使命有过深刻反省的人。每个人天生为使命而来，当一个人向内找寻，发现并激活了自己的天赋使命，他的内在精神潜能就会得到全然释放。觉醒灵魂，灵魂觉醒是顶级的高维能量，也是回归真我的必经途径。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，而是一场精神的修炼。从肉体转向意识与灵魂超越，意味着一个人觉醒的开始。人生想要成大事，最需要的除了正能量，还应有天人合一的净能量。那些真正厉害的人都有自己专门的静默时间，他们最精密的能量获取与精神生产，大都是在静默模式中悄悄运作与完成。获取高维能量有两大法宝，一是静，二是慈。静，身心归位。要想吸收能量，首先我们要使自己安静下来。静下来意味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，比如道理的信念系统。真正的静默是在见自己中见天地，见众生。它可以让你在寂静中接受整体智慧与宇宙全息能量，从而能将隐藏的灵性光芒彰显出来，形成属于自己生命特征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竟让你超越物质的羁绊，灵魂出窍，
自觉进入精神的频道，身心归位，内在光明，信仰坚定，意识自在。真实而持久的宁静会把你引向灵魂的当下觉醒。慈，大我光明，慈悲才是真正的灵魂安静。能真正安静下来的人，内心定是慈悲加持，他们精神广阔而磅礴，灵魂通透而光明，包容一切，允许一切，生长一切。他们把万物生灵都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一个器官，一个细胞一样。在万物一体的人生境界里，没有对抗，没有控制，没有攀附，只有安静与祥和。当你内心慈悲，与宇宙利益万物的内在意志和谐一致，身体就会自动建立起与宇宙内在的联系，大自然的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，强大你的气场。尤其是当你真正发出一个大的善愿后，你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。当你内心慈悲，你不需要刻意去改变什么，你只需要相信，你只需要欢喜，因为你是万物，万物是你，万物会给你高维智慧，天地会给你高维能量，宇宙间的一切的正向资源都会主动向你聚合。祝你成事，善心和安静将赐予一个人无限的能量。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、艺术家，他们的成功和重大发明往往来自瞬间的灵感，而灵感的本质其实是来自于时空的能量。人类有史以来，凡是给世界带来重大贡献的人，基本上都是灵感获得的成就。人类所很多重大发明，往往都来自某一瞬间的灵感。比如乔布斯就有禅宗的经历，他从小就喜爱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。禅修不仅让他戒掉了大麻，丢掉了刚愎自用的性格，并让他成了天才。灵感的本质就是刹那间链接了高维能量，这股能量中国人称为道，瑜伽称为梵，儒家称为人，佛家称为佛性。这是一种融化万物的能量，能和万物和谐与共，不增不减，也是一种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力。这生命是光，可自照，亦可照人。愿大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量场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吸收高维能量。愿你早日开悟觉醒，改变命运，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